铁路界有第三部门铁路公司，那么航空界有第三部门航空公司，似乎也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好的，大家好，我是丽塔，欢迎来到天草机场。今天的目标是世界上最小的航空公司天草航空。为什么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小的航空公司呢？因为天草航空统共只有1架飞机，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35分钟，那么就先进去吧。天草航空是由熊本县和天草市共同出资的第三部门航空公司，就如同第三部门铁路公司通常是为了维护当地的铁路交通而成立的。天草航空也是为了解决天草市的出行问题，毕竟天草这个地方没有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实在是非常的偏僻。接下来就稍微办理一下 check-in 手续。天草航空的飞机一共有13排座椅，每排4个座位。然后这个地方的 check-in 设施真的是非常的简陋。当我给他递上信用卡购买机票时，他们甚至没有一台信用卡刷卡机，而是需要将我的信用卡信息输入 iPad 后，通过网上交易的方式扣款。感觉这种事情也就只有在日本才行得通，放在别的国家都会担心盗刷的问题。然后就稍微进行一下这个行李托运的流程，但这个流程真的也非常的离谱，就是他们居然还在用纸质的行李票，然后我需要在这个行李票上面签名。全部手续完成以后，我就拿到了我的登机牌和行李票。这个手写的行李票，可惜的是在福冈它被回收了。唉，天草航空可真是一点也不懂我们飞友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天草机场。首先是进门的右边，由于天草这个地方也属于熊本县，因此这里还是有一个熊本熊的东西的。然后右边这个地方是一个米多卡图书馆，然后再过来的话就是天草机场的到达口，现在还没有开放，一会儿飞机到达时会开放这个地方。到达口的旁边就是一台自动 check-in 机和 check-in 柜台，我刚刚是在这里购买的机票。柜台的对面则是天草机场的休息室和候机室。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这里候机呢？那是因为现在距离出发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因此出发口还没有开放。再往前走之后有一家小商店，然后这里销售一些天草市的特产，旁边是自动售货机。如果向着飞行区的方向走的话，旁边就会再看到一个投币式储物柜和卫生间，然后前方的落地窗上就可以看到机坪的景象了。我们今天要乘坐的飞机刚好落地。2楼是天草机场的展望台，让我们上去看看去。到达展望台时，已经有一些乘客在了这个地方。展望台的围栏上有专为相机准备的开口，假如说你带了一个相机的话，可以将镜头伸进去拍摄。我今天就只有手机了。在这个地方除了可以看到飞机，还可以看到天草机场的各种设施，包括跑道、机坪、滑行道等。天草机场是由当地政府出资建设的，这里唯一的航空公司就是天草航空。考虑到天草航空仅有面前这一架飞机，这里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了这一架设施服务的，突出一个尊贵。回到候机大厅，由于前续航班晚点，今天我乘坐的航班略微延迟起飞。天草机场在前续航班所有乘客下机后，便开始了出发检查。通过保安检查之后，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外面候机了，因为这后面直接就是天草机场唯一的登机口。只有一个登机口的设计非常合理，毕竟这个地方统共也只有1架飞机会到访，但是这个后面几乎没有座位啊，所以说，那要是我也选择在外面等着呢。天草机场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其他机场的安检后面一般都会有一个警察镇场子，但是天草这里唯独没有。
他们还真是完全不怕有人砸场子呢。17:51，登机口开启，开始登机。走出这个登机口就直接来到了机坪上，面前就是我今天要乘坐的飞机。这种登机方法绝对是非我狂喜。今天要乘坐的飞机是 AT242-6版型，2016年2月20日投入运营，注册号 JA01AM， 天草航空唯一的飞机。飞机名为米多卡号，在天草方言中为可爱的意思。就如同小小的很可爱的天草航空一样，米多卡号采用了天草的代表海豚在空中飞翔的设计语言，坐实了天草航空世界最可爱的地位。不过这个机场其实也小小的挺可爱的啦。米多卡号的登机门位于飞机后侧，需要自己走上台阶上飞机。我今天的座位是实地，位于客舱右侧。由于今天的飞机是一架小飛機，因此登機总共只花了3分鐘時間，乘務員就開始進行安全檢查。なお、非常口に触れる行為は法律で禁止されております。詳しいことにつきましては、ご座席前ポケットの安全な使用および機内ファイルをご覧ください。それでは皆様どうぞごゆっくりお過ごしください。在乘務員進行安全檢查的同時，飞行员也在执行起飞前的检查班。由于我们是机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在完成安全检查后，飞机即向前滑出，进入航行区。天草机场的航行区很小，除停机坪外，仅有一条长度为2000米的铺装跑道。因此，离开停机坪后，我们的飞机直接进入跑道滑行。天草机场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除了机场控制塔、风速仪、风向仪等。这里还有一个 VOR DME 导航台，虽然说估计应该没有其他飞机会用这个导航台了。皆様、当機はまもなく離陸いたします。シートベルトを今一度お確かめください。飞机抵达跑道头，并开始原地跳头，对准跑道，准备起飞。机场跑道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天草机场是修在群山之间的山顶上的。从空中可以俯瞰天草这个完全由离岛组成的城市的全貌。天草市几乎完全由海洋和山地环抱。从空中可以再一次俯瞰建在山顶上的天草机场，以及远处靠近海湾的天草市城区。電波を発する電子機器類は機内モードに設定していただくか電源をお切りください。因为涡桨客机的巡航高度并不高，起飞后不久，我们旋即进入平飞。法国人制造的运输工具一般来说舒适度都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座椅。首先，这个座椅背后的头巾它有一个镂空的设计，每个座位的都不一样。我的座位上是蜻蜓，而隔壁座位的则是银杏和其他的叶子。座椅的扶手上有一个开关，只要拉动这个开关就可以向后躺倒。座椅的后仰角度，不能说没有，但是也只有一点点。前方的座椅背面有一个小挂钩，一个小桌板，以及上方的杂志收纳盒。小桌板的大小并不是非常大，但是考虑到这个飞机上应该没有人会吃便当什么的，因此还是足够使用的。下方有一个小口袋，注意不要把东西忘在这里。以及
我的正前方它有一个椅子的腿，这个说实话有点影响舒适度，不过座椅间距的话还是相当不错的。上方是系好安全带指示灯和一个扬声器，略微前方的地方则有一个呼唤铃和阅读灯的开关。至于这个蓝色的灯条嘛，我觉得它看起来稍微和客舱的风格有些不搭。之后就是这个可以调节的空调出风口了。这架飞机的遮光板并不像其他的飞机那样是硬质的，反而有点像列车上那种可以拉下来的窗帘，是软的。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至于窗户的清洁程度，就稍微有些可惜了。目光转向前方的杂志架，首先是一张安全须知卡。这个安全须知卡非常特殊，就是它上面的图示居然是实拍的，而不像其他航空公司那样是画出来的。然后是一个有关于自己决定是否使用口罩的通知，一份熊本机场的中转指南。然后就是天草航空的机上杂志了。这个杂志和其他航空公司的完全不一样，并不是一本装订好的印刷杂志，而是一个活页文件夹，然后每页都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像天草的观光景点介绍，以及天草航空的航线、飞行路线介绍等等。这本杂志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是不可以带下飞机的。不过如果有人希望收藏这个的话，可以单独跟乘务员索取杂志的内页。虽然说天草航空只是一家小型的地方航空公司，但是他们提供一项岛国的2家5星级航空公司都不提供的服务。没错，那就是这个毛毯。这个毛毯真的太舒服了，我要吹爆天草航空。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个非有的定番操作，写一下这个 log 本，然后拿到后面恳请客舱乘务员帮忙记录一下。之后就回到座位上继续欣赏窗外的风景吧。因为今天是短途航线的涡降客机，因此巡航速度大约是500千米每小时，巡航高度大约是2930米左右。至于噪音，比起喷气式客机略微吵闹一点，但是仍然是不错的水平。天草航空给人感觉特别用心的是他们的清洁带，就每个清洁带上面都印有一个有关天草航空的小知识，比如说旋转上方的出风口就可以吹出冷风，天草机场于2000年3月23日开航等。每个清洁带上的内容都不尽相同，可以说是非常的走心了。ATR 42飞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从窗外的标志直接看得出机翼当前的角度，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飞机正在飞过福冈市的海之中道，海之中道也是福冈市的著名景点之一，并且这上面还有好玩的香椎线，以及 JR 九州的蓄电池电力动车组 N-Cha。下方就是经过福冈市市中心的山阳新干线。由于福冈机场离市区距离非常近，距离博多站仅有2站地铁的距离，因此在最后进境时，我们可以从空中一览福冈市的景色。最終の目的地まで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ご移動ください。随着飞机进入停机位，今天的旅程即将结束了。作为天草市的第3部门航空公司，天草航空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了那份希望给乘客带来开心、舒适的飞行的心情。就如同天草的海豚一样可爱的天草航空，今后也将努力帮助游客和居民往来偏远的离岛。那么，
感谢一路上乘务员小姐和其他天草航空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我是丽塔，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请务必点赞投币，一键3连。我们下次运转再见，拜。